很多时候对 ISFJ 来说 ，TI 骂自己比重比骂别人多了。比如 TI 已经意识到了老板的问题，但看到指挥官 SI 还是感觉不安，内心还是有这种声音，我不想换，我不想去尝试啊。虽然但是咱们也不知道新公司会咋样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而且我已经总结出怎么应对老板的经验了。骂我的话我不回，很快就过去了。副指挥 FE 也说，虽然老板不行，但是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相处得很开心啊。指挥官 SI 就连附和。对，新地方还得交新朋友，不安ですね。小助理 TI 就真的就爆发啊！感情你们两个都是垃圾啊！这个性格活该被人欺负。明明你已经有怨言，怎么就不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去想一想啊，你到底要的是什么？这里刷刷，欢迎来到16人格系列的第2期。咱们通过拆解不同的认知过程，结合有趣的生活场景来解读每个人格类型。无论你是不是这个人格类型，我肯定你都会有所收获。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ISFJ， 经常被人认为是好妈咪，认为很符合传统的女性形象，刻板印象里有在乎家庭、善于照顾人、细心耐心等等。ISFJ 呢，在统计中是整个社会中重要的中流砥柱和粘合剂。不知道你在自己的身边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如果我们把 ISFJ 比喻成一艘飞船，把 ISFJ 偏好的认知过程比喻作船上的船员，那这艘船权限最高的指挥官就是 ISFJ 的主导功能——内情感觉 （Introverted Sensing）， 简称 SI。这决定了 ISFJ 很核心的2个倾向。首先 SI 是一个实感功能，这意味着他们更喜欢也更信任通过实际具体的感知去吸收、去学习信息。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想象、不能幻想，但是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我自己亲眼看见、亲自经历的东西更加值得信任。同时呢 ，SI 是内情的实感功能，这意味着 ISFJ 在乎的并不是此时此刻我在外界即将经历什么，而更多的是我在里面我个人已经积累下来了什么经历。这让他们很自然的喜欢去关注一个人一件事的背景，比如说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他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人实实在在积累下的东西，而不是这个人他有什么可能性，或者未来搞不好能实现什么。可以说 ISFJ 或者 ISTJ 就是都是 SI 作为指挥官，他们好像有一个内在的博物馆，把自己各方面的经验经历都摆列在这个博物馆中归档。一旦有什么东西触及到这个博物馆内存放的东西，就跟它相关，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唤起这一页唤起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们100%记忆力就很好，能够唤起很清楚的东西，但是这一定是他们喜欢的认知过程。所以相比于人和事当下所呈现的样子他们有一种去追溯背景故事的倾向，这一定程度上会让他们没有那么活在当下的现实里。比如 ISFJ 和人聊一个东西，聊着聊着，对 SI 的偏好就让 ISFJ 把注意力投入到了和这个东西相关的话题上。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是我特别熟悉的。所以真别觉得谈话跑题是 N 类型人格的专利。但是你说指挥官 SI 特别脱离现实吗？当然不是了，他们只是比较不在乎当下的现实，但是总会拿着已经确定的被验证过的现实和新现实做对比。你可能经常听到他们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我上次见到的那个东西，这个给我那个时候一样的感觉。作为内倾的功能 SI 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你听 ISFJ 去叙述一件让他们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叙述的往往会非常的详细，仿佛你真的以你的眼睛一步步的去经历了这件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去走，特别的连贯，甚至可能连贯到你想按快进键有一种你看主播第一人称模拟人生的感觉。有时候他们会执着一些自己很在意的细节，可是别人不一定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这个细节你一定要提呢？好像跟我们的对话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 ISFJ 在讲自己曾经看朋友的表演，SI 很自然的会抓住注意力去在记忆中挖掘相关的具体信息。我那个朋友叫刷刷，那个表演叫做不投币就完蛋是在狐狸南路的一个小型剧场办的。我听工作人员介绍说可以最多容纳350人，那个表演在我看过的表演中都算是比较好看的。你要换一个 SE 是指挥官的飞船，比如 ESFP， 可能他的描述就是我跟你讲之前我看过一个朋友名字很奇葩的表演，实在是太酷了。在另一方面，指挥官 SI 特别喜欢熟悉感，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做第2次、第3次的时候，可能比第1次让 ISFJ 感觉更安心、更自在、更舒适。很多人觉得 SI 指挥官就意味着守旧，意味着不改变。这个不对他们不是守旧，而是他们需要时间去改变。就特别像那种一行一行就是来回印刷的那种打印机
你要是一下子把纸塞得太快，生活发生巨变，那只会把它卡死啊。但是如果你让它按照自己的节奏一行行来，你其实想打印什么都可以，你完全可以去调整你要打印的内容。不夸张的说 SI 是所有认知功能中长期适应力最强的，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大量的时间沉淀，属于稳步进步型的选手。所以 SI， 尤其是指挥官 SI， 喜欢把生活节奏安排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就是一种平稳的节奏上，最多可能进行比较缓慢的有预期的变化，而不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突变。很多 ISFJ 特别热爱知识，热爱学习。如果你和他们聊熟悉的东西，他们的渊博程度和详尽程度，真的会让你震惊，有一种百科全书的感觉。他们这么做的背后，往往会有一个潜台词，一个小小的声音，那就是我了解这个世界足够的多，那我就会更少遇到惊喜。没错，惊喜，特别是需要改变计划、打乱节奏的惊喜，可能对指挥官 SI 而言是一种惊吓。只有这样生活的态度，对 ISFJ 来说，特别希望能够在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得稳妥。这一方面让他们总是寻找可靠安全的路径啊，另一方面呢，也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总担忧，是不是这个事情没办法做好？这个人会不会没有办法像我一样把事情做得这么好啊？这和飞船上的第4个船员 NE 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后面会提到他。